我们继续来讲《史记》12本纪第4章周本纪。周的始祖后继名叫契，他的母亲是有台氏的女子，名叫姜原。姜原是帝喾的正妃。姜原外出到郊野，看见一个巨人脚印，心中喜悦，想去踩他一脚，一踩就觉得身子震动，像怀了孕似的。满了10月就生下一个儿子。姜原认为这孩子不吉祥，就把他扔到了一个狭窄的小巷里。但不论是马还是牛从他身边经过，都绕着躲开而不踩他，于是又把他扔在树林里。正赶上树林里人多，所以又挪了个地方，把他扔在渠沟的冰上，有飞鸟飞来，用翅膀盖在他身上，垫在他身下。姜原觉得这太神异了，就抱回来把他养大成人。由于起初想把他扔掉，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契。契还是孩童的时候，就有伟大人物那般的高远志向。他做游戏的时候，喜欢栽麻种豆，种下去的麻和豆都长得很茂盛。等他长大成人了，他就喜欢耕作。他能观察土地的特性，选择适宜的谷物来种植，人民都仿效他。帝尧听说了这些事，便任用契担任农师，叫民众种植庄稼，天下百姓都因此获利，他立下了功劳。帝舜说：契，百姓们当初忍饥挨饿，多亏你担任后继来播种各种谷物，所以分封契在台这个地方，号称后继，另外以姬为姓。后继的出名在陶唐、虞、夏几代之间，这一个家族都很有美德。后继去世后，他的儿子不竹继位。不竹晚年的时候，夏后氏的国政衰败，舍弃了后继这个官，不再重视农业。不竹因为失去官职，就逃奔到戎狄地区。不竹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居几位。居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公刘即位。公刘虽身在戎狄之中，却重新经营修复后继的基业，从事农事耕种，按照土地的栽培特性来种植庄稼。他从七水、举水渡过渭水，砍伐获取财木以供使用，使得出门的人有旅费，在家的人有积蓄，人民的生活依靠他好了起来，百姓都感恩爱戴他，很多人迁居来归顺投靠他。周朝的治国之道大兴，正是从这里开始的，因此诗人创作诗歌乐曲，赞颂追念他的恩德。公刘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庆节继位，在宾建立国都。庆节去世后，他的儿子黄仆继位。黄仆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差孚继位。差孚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毁树继位。毁树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公非继位。公非去世后，他的儿子高禹继位。
高禹去世后，他的儿子亚禹继位。亚禹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公叔祖类继位。公叔祖类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古公胆父继位。古公胆父重新经营恢复后，继公刘的基业，积累德行，广施仁义。国都中的百姓都拥戴他。荀彧等戎狄部族来攻打他们，想要掠夺财物，古公胆父就把财物给他们。过了不久，戎狄部族又来攻打，想得到土地和人民，人民都非常愤怒，想要出去迎战。古公说，民众拥立君主，是想让他给大家谋求利益。现在戎狄前来侵犯，目的是想要我的土地和人民。人民跟着我或跟着他们有什么区别呢？人民因为我的缘故去打仗，依靠着牺牲人民的父子兄弟来做君主，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做。于是古公胆父和他的亲属左右离开了滨，渡过七水、沮水，翻过梁山，定居在岐山脚下。而在滨地的人民全都扶老携幼，来到岐山脚下，全部重新归附到古公身边。附近的国家听说古公仁爱，也有很多来归从他。于是古公摒弃戎狄的习俗，建造城郭和房屋，设置邑落，让民众定居下来。设立了司徒、司马、司空、司事、司寇5种官职衙署，人民都创作诗歌、乐曲赞美他，歌颂他的恩德。古公的长子叫太伯，次子叫于仲。太姜生小儿子季历，季历娶太任为妻。太姜、太任都是贤惠的妻子。太任生子昌，有盛名之兆。古公说，我的后代当有成大事者，大概就是昌吧。长子太伯和于仲知道古公想立季历，以便将来能传位于昌，所以两人便逃亡到了荆蛮，按当地风俗，身刺花纹，剪短头发，而让位给季历。古公去世后，季历继位，就是公季。公季修持古公留下的治国之道，坚定地施行仁义，诸侯都顺从他。公季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昌继位，就是西伯。西伯被称为文王，他继承后继公刘的事业，遵循古公公季的法则，笃行仁义，尊敬老者，慈爱幼小，对贤能之人以礼相待。为了接待贤士，有时到了中午都顾不上吃饭，世人因此都归附他。伯夷、叔齐在孤竹国听说西伯很是会敬重赡养老人，就一同前往归附于西伯。太颠、红腰、散宜生、玉子、辛甲大夫等人也都去归顺了他。崇侯虎在殷纣王面前讲西伯的坏话，说西伯积德行善，诸侯都归顺于他，将会对您不利。于是殷纣把西伯囚禁在羑里。红妖等人很担忧西伯，想尽办法寻求来了有身世的美女，黎戎地区的彩色骏马，
有熊国出产的9辆马车，以及其他种种奇珍异宝，通过殷商的宠臣费仲进献给纣王。纣王非常高兴，说：这里面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足够让我释放西伯了，何况还有这么其他的好东西呢？于是赦免了西伯，赐给他弓箭斧钺，让西伯有征讨邻近的诸侯的权利。纣王告诉西伯说，陷害西伯的人是崇侯虎。西伯回国之后，就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，请求纣废除炮烙的刑罚。纣答应了他。西伯暗自行善，诸侯都来请他裁决是非。当时于芮两国的人有讼事不能裁决，故前往周。他们进入周的境界，看到种田的人都互让田界，人民都以谦让长者为美德。于芮两国的人还没见到西伯，已觉惭愧，相互说：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耻，还去干什么？去了只是自取羞辱罢了。于是返回，互相谦让而去。诸侯听说，都说西伯当是受有上天之命的君主。第2年，西伯征伐犬戎，下一年征伐密须，又下年打败齐国。殷朝的祖医听说了，非常害怕，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纣王。纣王说：不是有天命助我吗？他能怎么样？次年，西伯征伐虞，次年征伐崇侯虎，营建了封邑，从其下迁都到封。次年，西伯逝世，太子发登位，这就是武王。西伯大概在位50年，当他被囚禁在羑里的时候，大概曾把易的8卦增为64卦。从诗的作者对西伯的称颂看，大概西伯就是在那一年受命称王，裁决于芮两国宋氏，10年后去世，谥号是文王。他曾改变了殷的律法制度，制定了历法，曾追尊古公为太王，公继为王继，大概是说帝王的瑞兆是从太王时开始的。武王即位，太公望任太师，周公旦做辅相，赵公、毕公一般人辅佐武王，遵循文王的遗业。武王受命第9年，武王先在毕祭祀文王，然后前往东方举行阅兵，到达蒙津，设文王的墓主，用车子运载，供在中军帐中。武王自称太子发，表示是以文王的名义征伐，不敢独断专行。他向司马、司徒、司空等受王命职符节的官员宣告，要小心谨慎，说到做到。我本是无知之人，只因先祖有德行，我承受了先人的功业，现在已制定了各种赏罚制度，来确保完成祖先的功业，于是发兵。师尚父下令说：集合起你们的部下，把好船桨，迟到者一律斩杀。武王渡黄河，船到达河的中央，
有白鱼跳进武王的船中，武王俯身拾起它，用来祭祀。渡过河之后，有一个火团从天而降，落在武王的屋顶上，凝固成乌鸦状，赤红的颜色，发出破破的鸣声。当时诸侯不约而同前来盟津会盟的有800诸侯，诸侯都说纣可以伐了。武王说，你们还不了解天命，现在还不行，于是率领军队回去了。过了2年，听说纣昏乱暴虐更甚于前，杀死了王子比干，囚禁了箕子、太师胥、少师将，抱着他们的乐器逃到了周国。这时武王才向所有的诸侯宣告说，殷王罪恶深重，不可不合力讨伐。于是遵循文王的遗旨，率领战车300辆，勇士3000人，披甲战士45000人，东进伐纣。第11年12月戊午日，军队全部渡过盟津，诸侯都来会合。武王说，要勤勤恳恳，不可懈怠呀。武王因而作态势，向众人宣告，现在殷王纣竟然听信妻妾之言，自绝于上天，违背日月北斗的运行，疏远自己的同祖兄弟，竟然废弃其先祖的音乐，敢采用淫乱的音乐去篡改典雅的音乐，以取悦于他的妻妾。所以现在我发要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，要努力呀！男子汉们，不能有第2战，更不能有第3战。2月甲子日的凌晨，武王一早就来到商郊牧野，举行誓师。武王左手拿着黄色的月，右手握着以白色牦牛尾为饰的旗，用来指挥，说：辛苦了，西方来的将士们。武王说：啊，我的友邦的国君们，司徒、司马、司空、亚吕、师士，各位卿大夫们，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各位将领们，还有庸人、蜀人、羌人、宗人、威人、彭人、仆人，高举你们的歌，排起你们的盾，竖起你们的矛，让我们来发誓。武王说，古人有句老话，母鸡不报晓，母鸡报晓就会使家毁败。如今殷王纣只听妇人之言，废弃祭祀祖先的事不加过问，放弃国家大政，抛开亲族兄弟不予任用，却纠合四方罪恶多端的逃犯，抬高他们，尊重他们，信任他们，使用他们，让他们欺压百姓，在商国为非作歹。现在我激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。今天我们作战，每前进6步7步就停下来齐整队伍，大家一定要努力呀！刺激过4、5次、6、7次就停下来齐整队伍，努力吧，各位将士！希望大家威风勇武，像猛虎，像熊皮，像豺狼，像蛟龙。在商都郊外，不要阻止前来投降的殷纣士兵，要让他们帮助我们西方诸侯，一定要努力呀，各位将士！你们谁要是不努力，
我将拿他问斩。誓师完毕，前来会合的诸侯军队共有战车4000辆，在牧野摆开了阵势。纣王听说武王前来讨伐，也发兵70万来抵御武王。武王派师上父率领100名勇士前去挑战，然后他自己率领拥有战车350辆、士卒26250人、勇士3000人的大部队冲进殷纣的军队。纣王的军队虽然人多，但都没有作战的意愿，心里只盼着武王的军队赶快攻打进来。纣王的军队都调转武器来攻打纣，为武王开路。武王急驱战车冲进来，纣的军队溃不成军，都背叛了殷纣。纣逃跑，返回进入城中，登上露台，把他的宝玉都穿戴在身上，投火自焚而死。武王手持太白旗指挥诸侯，诸侯都拜向武王，武王也作揖还礼，诸侯全都跟从武王。武王来到商的都城，城中的百姓都在城郊等待欢迎。于是武王派群臣告诉商的百姓说，上天将赐福给大家。商都民众都向武王叩头拜谢，武王也恭敬还礼拜谢。于是武王进城，找到纣自焚的地方。武王亲自发箭射纣的尸体，射了3箭，然后走下战车，又用青铝宝剑刺纣的尸体，用黄色大斧砍下了纣的头，悬挂在大白旗上。然后又到纣的2个宠妾那里，发现这2个宠妾都已上吊自杀。武王又向他们射了3箭，用剑刺击，用黑色的大斧砍下了他们的头，把他们的头挂在小白旗上。做完这一切，武王才出城，回到军中。第2天，武王命人清理道路，修整社庙和商纣的宫室。到了约好的日子，100名士兵扛着有飘带的韩旗走在前面。武王的弟弟叔振铎部护卫，并摆列开长车。周公旦手持大钺，毕公手持小钺，加立在武王的2边。散宜生、太颠、红腰都持剑环卫武王。武王进了城，站在社庙南面大族的左边，左右的大臣们都跟着他。毛叔正双手端着明月夜取得的露水，魏康叔风铺开草席，赵公氏帮着拿好彩帛，师上父牵着祭生。尹义朗读竹简上的祭文说，殷的末代子孙祭纣，废弃先王的美德，蔑视神明，不去祭祀，对商城中的百姓昏乱暴虐，这些事在天地面前都表现得清清楚楚。于是武王再拜稽首，说，我承受上天之命，革除殷朝弊政，接受上天降下的光明之命。武王又再拜稽首，然后才出城。武王把殷的遗民都封给商纣的儿子陆父。武王因天下刚刚平定下来，还没有安定和睦，所以派他的弟弟管叔先、蔡叔度辅佐陆父治理殷国。
然后又命令昭公放箕子出狱，命毕公将囚禁的百姓放出狱，表彰商戎驴象的百姓，命令南宫括散发聚集在露台的钱财和巨桥的粮食，用来赈济贫苦的野人和贱民。命令南宫括使役搬走殷人的九鼎和宝玉，命红妖封比干的坟墓培土修缮，命令宗助在军队中祭祀阵亡的将士，然后撤兵回到西方。一路上，武王巡视了各个诸侯国，记录下政事，写下了武成篇，宣告武灭殷的功业成就。他分封诸侯，将殷的宗庙祭器分别赏赐给他们，写下了分殷之器物篇，记录他的命令和诸侯分封所得的器物。武王追思古代的圣王，因此表彰加封神农的后代在郊，加封黄帝的后代在柱，加封帝尧的后代在季，加封帝舜的后代在陈，加封大禹的后代在启。接着又封功臣谋士，而师尚父是被封的第一个。武王封尚父于营丘，国号齐，封他的弟弟同公旦于曲阜，国号鲁，封赵公氏于燕，封他的弟弟叔先于管，封他的弟叔杜于蔡，其他人也都依次受封。武王征集召见九州的长官，登上宾的高地，遥望商的都城。武王回到周，晚上总是睡不着。周公旦来到王的住处，问：“您为什么睡不着呢？”武王说：“告诉你，都只因为上天不受享阴的祭供。从我姬发还没生下来到现在60年，远郊一带到处是野兽和害虫。上天不再受享阴的祭供，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的成功。上天建立了殷国，因任用能人贤士有360人，虽然没有做出明显的政绩，但是也没有让殷灭亡，所以殷才维持到了今天。我还没有真正得到上天的保佑，哪有闲暇时间睡觉？”武王说：“如果想真正得到上天的庇佑，就要依靠太室山，把不知天命的作恶之人全部找出来，贬黜了他们，与殷王受同样的罪。要日夜勤勉努力，保证安定好西方国土。我要恪尽职守，做好各项事务，直到我们的德行在四方发扬光大。从落水拐弯处一直到依水拐弯处，人们安居在这里的平坦之处，而非险隘之处，这是下人的活动中心。我向南面可以望见三涂山，向北面可以望见太行山，回首可以看见黄河，又仔细观察了洛水、伊水，这里离天地的居室不远。于是在洛邑策划营建州城，然后离去。在华山南面放养马匹，在桃林一带放养牛，让军队放倒武器，整顿军队后解散军队，向天下民众表示不再用兵。武王战胜殷朝之后2年，向箕子询问殷朝灭亡的原因。
箕子不忍心说殷朝的罪恶，就向武王讲述了国家存亡道理。武王也觉得不太好意思，所以又转而询问了天道。武王病重，而这时天下尚未统一，众公卿们都很害怕，进行募捕，捕问武王的下一代。周公因而服除斋戒，自愿做替身，想代替武王承受灾疾。武王的病渐渐有了好转。后来武王死了，太子宋继承了王位，就是成王。成王幼小，周刚刚平定天下，周公担心诸侯背叛周，就代理成王管理政务，主持国事。管叔、蔡叔等兄弟怀疑周公篡位，联合武庚发动叛乱，背叛周。周公奉成王之命，诛杀了武庚、管叔，流放了蔡叔，让微子开继承殷朝的后嗣，在宋帝建国，又稍稍收据了殷朝的遗民，封给武王的小弟弟封，让他做了魏康叔。晋唐叔获得吉祥的骨髓，献给成王。成王把他送到周公的驻兵之地，周公在东方受此吉祥的骨髓，颂扬了天子赐河谷的圣命。起初，管叔、蔡叔背叛了周朝，周公前去讨伐，经过3年时间才彻底平定，所以先写下了大诰，向天下陈述东征讨伐叛逆的大道理，接着又写下了微子之命，封命微子继续殷后，写下了归和、嘉禾、祭述和颂扬天子赠送嘉禾，写下康诰、九诰、子才，下令封康叔于殷，训诫他戒除嗜酒，教给他为政之道。那些事件的经过记载在鲁周公世家中。周公代行国政7年，成王长大成人。周公把政权交还给成王，自己又回到群臣的行列中去。成王住在丰邑，派赵公再次规划测量洛邑，以完成武王的遗愿。周公再次卜问勘察，终于动工营建，把九鼎安放在那里。他说这里是天下的中心，四方进贡，路程都一样，因而作赵诰、洛诰。成王把殷朝移民迁徙到那里，周公向他们宣布了成王的命令，写下了训诫殷民的多事无益。昭公担任太保，周公担任太师，东伐怀夷，灭衍国，把他们的国君迁到博姑。成王从衍国回来，在宗周写下了多方，告诫天下诸侯。成王消灭了殷朝的残余势力，袭击了怀夷，回到丰邑，写下了周官，说明周朝设官分职用人之法，重新规定了礼仪，普制了音乐、法令。制度这时也都进行了修改，百姓和睦太平，颂歌四处兴起。成王征伐东夷之后，西慎前来祝贺。成王命容伯作会西慎之命。成王临终，害怕太子昭不能很好处理国事，便命赵公
毕公率诸侯共同辅佐太子，使之即位。成王逝世后，昭公、毕公率诸侯，待太子昭拜谒先王的宗庙，用文王、武王开创周朝王业的艰难反复告诫太子，要他一定厉行节俭，戒除贪欲，专心办理国政，写下了顾命，要求大臣们辅佐关照太子昭。太子昭因此即位，这就是康王。康王即位，便告诸侯，反复宣传文王、武王的功业，因而作康诰。所以成康两王时，天下安宁，刑罚弃治，不用达40多年。康王命作册毕公规划分别百姓居所，划定州都郊区，因而作毕命。康王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昭王遐即位。昭王在位时，王道衰落了。昭王到南方巡狩，未能回来，死在江上。死了也不告丧，是想掩饰。于是立昭王之子满，这就是穆王。穆王即位的时候已经50岁了。当时王道衰败，穆王痛惜文王、武王的德政遭到损害，就命令伯迥为太仆，并反复告诫要管理好国家政事，作广命，天下才又重新安宁。穆王准备攻打犬戎，济公谋父劝谏说：不可以，我们先王都以光耀德行来服人，而不炫耀武力。军队平时蓄积力量，待必要时才出动，一出动就有威力。如果只是炫耀武力，就会漫不经心，漫不经心就没有人惧怕了。所以周文公所作的颂说：收起盾和戈，藏起弓和箭，我求美德，华夏传遍，圣王诚能保全。先王对待人民，勉励和端正其道德，使其性情敦厚，增加其财产，并改良其器物，懂得利害关系所在，用礼法培养他们，教他们趋利避害，心怀仁德而畏惧惩罚，所以能世代相传，子孙播昌。从前我们的先王世世代代为后继之官，供职于余下2代。待到夏朝衰亡时，废弃农官，不再劝民务农，我们的先王不足因而失去官职，自己流落于戎狄之间。他不敢懈怠祖先的遗业，继承祖先的德行，遵循祖先的传统，遵行祖先的教训和典法，早晚都敬慎勤勉，以敦厚笃实自持，忠诚老实自奉。世世代代崇奉德行，不辱没祖先。到了文王和武王，进一步发扬光大前人的业绩，再加上仁慈和睦，敬事神明，保护人民，神民皆大欢喜。商王帝辛对其人民作恶大甚，庶民忍无可忍，乐意拥戴武王，因而才能干伤的牧野列阵而战。所以先王并非有意要去使用武力，而只是因为时刻关怀人民的疾苦，想为民除害。
按照先王的制度，邦畿之内是殿服，邦畿之外是侯服。设置侯位的地方叫宾服，蛮夷之地叫妖服，戎宅之地叫荒服。属于殿服的要祭，属于侯服的要祀，属于宾服的要享，属于妖服的要供，属于荒服的要亡。祭是以日计，祀是以月计，享是以季节计，供是以年计，亡是以终身计。按照先王的遗训，如果不祭，就要端正其意志；如果不祀，就要端正其言辞；如果不享，就要端正其礼法；如果不供，就要端正其名分；如果不亡，就要端正其道德。依次做了而仍不能尽其职守，就要施以刑罚。因而才有对不祭者的刑罚，对不祀者的功罚，对不享者的征讨，对不供者的谴责，对不亡者的告谕天下。因而也才有刑罚的各种规定，才有攻伐的各种武器，才有征讨的各种准备，才有严厉谴责的命令，才有大告天下的文辞。用命令和文辞宣告而仍然不来述职者，则进一步端正其道德，不必劳民远征，这样才能使邻近的国家无不听从，远方的国家无不归顺。现在从犬戎氏二军大弊，国士去世，犬戎氏能誓守其职，前来朝拜，而天子却说我非要按不祥的罪名加以征讨，而且还要向他们炫耀武力，这不是抛弃先王的教训，而使您处于危险境地吗？我听说犬戎氏提倡敦厚的风气，循前人的德行而能始终如一，他们是有足以抵御我们的东西呀。但穆王还是出兵征讨，获取4只白狼和4只白鹿回来。从这以后，属于荒服的国家就不再来了。诸侯各国中有些国家不太和睦，辅侯向穆王报告，于是制定了刑法。穆王说：喂，到我这里来，凡是封有国邑和土地的诸侯们，我要告诉给你们如何慎重地使用刑法。如今你们要安顿百姓，应选择的难道不是执法人才吗？应尊重的难道不是刑法本身吗？应掌握的难道不是量刑尺度吗？原告和被告都到齐了，事师就要从言辞、表情、呼吸、听觉反应和目光等5词来观察。通过这些观察摸清情况，即可用5刑来定罪。如果犯罪事实够不上5刑，就用5罚来定罪；如果犯罪事实够不上5罚，被判者不服，就用5过来定罪。属于5过方面的各种问题，如高官显贵不便诉诸刑庆的各种讼事，要查核其罪，使罪名与过失相当。凡遇该按5刑治罪而有疑问不得不赦免的讼事，凡遇该按5罚治罪而有疑问不得不赦免的讼事，要仔细查验，取证要从重，审讯要有据。
如果没有充分证据，便不能定罪。要知道老天在上，属于情形而不够定罪的，其罚金为100律，要查核其罪；属于异行而不够定罪的，其罚金为前者的2倍，要查核其罪；属于并行而不够定罪的，其罚金为前者的2倍半，要查核其罪；属于公行而不够定罪的，其罚金为500律，要查核其罪；属于大辟之行而不够定罪的，其罚金为1000律，要查核其罪；属于末行的罚金条文有上千条，属于异行的罚金条文有上千条，属于并行的罚金条文有500条，属于公行的罚金条文有300条，属于大辟之行的罚金条文有200条，5种刑罚的有关条文共有3000条，被称之为辅刑。穆王在位55年逝世，他的儿子共王一户即位。共王在泾水上游玩，密康公服侍在旁，有3个女子来投奔密康公。密康公的母亲说：“你一定要把她们献给国王。野兽够3只就叫群，人够3个就叫众，美女够3人就叫灿。王田猎从不猎取3只以上的兽。王公出行要对众人谦恭有礼。王的妃嫔没有3人属于同族。众人以美好的东西送给你，你有什么德行配去享用呢？王都不配享用，更何况你这样的小人物呢？小人物占有这类东西，最终会灭亡。”密康公不肯献出那3个女子。过了1年，共王就把密国灭了。共王去世后，他的儿子义王即位。义王在位期间，周王室衰落，诗人们开始作诗讥刺。义王去世后，共王的弟弟辟方即位，就是孝王。孝王去世后，诸侯又立义王的太子谢即位，就是夷王。夷王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厉王胡即位。厉王登位30年，贪财好利，亲近戎夷公。大夫瑞良夫劝谏厉王说：“王室恐怕要衰微了。”那个戎公只喜欢独占财力，却不知道大难临头。财物本是天地万物所生所长，要想垄断，害处太多了。天地万物是供大家所取，怎么可以垄断呢？他触怒的人很多，却不防备大难，还用这些来教王。王难道能够长治久安吗？称王的人本应开发财源而遍施其惠，尽管使神人万物得其所，仍然每天提心吊胆，害怕引起不满。所以宋说：“追念祖先后继，能够与天同德，安定我众多百姓，没有不合乎其原则。”大雅说：“布施赐予，成我周邦。”这不正是广施财力而又畏惧灾难吗？所以能成我周邦，绵延至今。现在王学的是垄断财力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一个普通人垄断财力，尚且要称之为道，
作为王爷这样干，愿意归附的人就很少了。荣夷公若得重用，周朝必定衰败。厉王不听，到底还是任用荣夷公为卿士，让他主持国家大事。厉王暴虐无道，奢侈傲慢，国人都公开议论他的过失。赵公劝谏说，人民受不了您的政令了。厉王大怒，找到一个魏国的巫士，派他监视非议王的人。凡是报告上来有属于这种罪的，都杀掉，这样非议是减少了，诸侯也不再来朝见。34年，厉王更加严苛，国人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，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。厉王很得意，告诉赵公说，我能平息人们的非议，使他们连话也不敢讲。赵公说，这是因为您把他们的嘴堵起来了。堵人民的嘴可是比堵水还要危险，水被堵塞会决堤泛滥，伤人肯定很多，人民也是一样的。所以管理水的人要对水加以疏导，管理人民的人要让他们畅所欲言。因此天子为了了解下情，要让上至公卿下至烈士的人都献诗，让盲乐师献曲，让史官献书，让师傅归戒，让无眼珠的盲人叙事，让有眼珠的盲人朗诵，让百工劝谏，让庶人皆谈相议，让近臣都来规劝，让亲戚补查过失，让盲人乐师和史官来教诲，让老人们来告诫，而后由帝王斟酌。所以政事得以施行而不违背情理。人民有嘴，就像土地上有山川，是财货之源；就像土地有平原沃野，是衣食的来源。让人自由言论，好事坏事都能反映出来。做好事而防备坏事，是财货和衣食的真正来源。人民在心中考虑，从口中说出来，事情决定了再去做。如果把他们的嘴堵起来，又怎么能够长久呢？王不听，因此国内没有人敢讲话。过了3年，竟一起叛乱，袭击厉王。厉王逃亡到治。厉王的太子镜藏在赵公家里，国人知道了，就把赵公家包围起来。赵公说，先前我多次劝谏君王，君王不听，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灾难。如果现在太子被人杀了，君王将会以为我对他们记仇，而在怨恨君王吧。侍奉国君的人，即使遇到危险也不该怨恨，即使怨恨也不该发怒，更何况侍奉天子呢？于是用自己的儿子代替了王太子，王太子终于免遭杀害。赵公、周公两相共同执政，号称共和。共和14年，厉王死于治，太子竟在赵公家中长大，两相因共立之为王，就是宣王。宣王即位，两相辅佐他，修明正治，遵循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的遗风。
诸侯又重新归附于周。12年，鲁武公来朝见，宣王废弃千亩上的吉礼，国文公劝谏说这样不行，宣王不听。39年，在千亩打了一仗，宣王的军队被姜戎打得大败。宣王丧失了征伐南方的军队之后，竟在太原直接统计民户。仲山府劝谏说，人口是不能清点的。宣王不听劝阻，最终还是清点了。46年，宣王死，其子幽王公升即位。幽王2年，周西部丰、皋和荆、魏、洛一带都发生地震。鄱阳府说，周快要灭亡了。天地间的阴阳之气不应该没有秩序，如果打乱了秩序，那也是有人使它乱的。阳气沉浮在下，不能出来，阴气压迫着它，使它不能上升，所以就会有地震发生。如今三川地区发生地震，是因为阳气离开了它原来的位置，而被阴气压在下面了。阳气不在上面，却处在阴气的下面，水源就必定受阻塞。水源受到阻塞，国家一定灭亡。水土通气才能供民众从事生产之用。土地得不到滋润，民众就会采用匮乏。如果到了这种地步，国家不灭亡，还等待什么？从前伊水、洛水干涸，夏朝就灭亡了；黄河枯竭，商朝就灭亡了。如今周的气数也像夏、商2代末年一样了。河源的水流又被阻塞，水源被阻塞，河流必定要枯竭。一个国家的生存一定要依赖于山川，高山崩塌，河川枯竭，这是亡国的征象。河川枯竭了，高山就一定崩塌。这样看来，国家的灭亡用不了10年了，因为10刚好是数字的一个循环。上天若要抛弃我们，不会超过10年。当年荆、魏、洛枯竭，岐山崩颓。3年，幽王宠爱褒姒，褒姒生下儿子伯服，幽王想废黜太子。太子的母亲是申侯之女，被立为王后。后来幽王得到褒姒宠爱他，打算废黜申侯，并把太子遗柩也一块废掉，立褒姒为王后，让伯服为太子。周太史鄱阳读历史记录说，周朝就要灭亡了。从前当夏后氏衰败，有2条神龙降落在夏帝的庭院，而开口说，我们是褒国的2个君主。夏帝不知道是该杀掉他们，还是赶跑他们，还是留住他们，就进行占卜，结果都不吉利。卜问是否可以把龙的涎沫收藏起来，才得到吉兆。于是摆设出碧帛祭物，书写检测，向2龙祷告，2条龙不见了，留下了唾液。夏灭亡，此气被传于商，商亡，此气又传于周。接连3个朝代都没有人敢打开它，到厉王末年才打开观看，
咸墨留于庭院，出不去。厉王让女人赤身裸体而大声呼叫。咸墨化为黑色的蜥蜴，钻进王的后宫。后宫有个童女刚满7岁，碰上她，到15岁行过肌理后怀了孕，因为没有丈夫就生下孩子，感到害怕而把该子扔掉。宣王时有童女唱歌谣说，见到山桑做成的弓和积木做成的箭囊，周国将要灭亡。宣王听到了这首歌，有一对夫妻正好卖山桑弓和积木制的箭袋，宣王命人去抓捕他们，想把他们杀掉。夫妇2人逃到大路上，发现了先前被小宫女扔掉的婴孩，听着她在深更半夜里啼哭，非常怜悯，就收留了她。夫妇2人继续往前逃，逃到了包国。后来包国人得罪了周朝，就想把被小宫女扔掉的那个女孩献给厉王，以求赎罪。因为当初这个被扔掉的女孩是包国献出，所以叫她褒姒。周幽王3年，幽王到后宫去，一见到这女子就非常喜爱，生下儿子伯服，最后竟把申后和太子都废掉了，让褒姒当了王后，伯服做了太子。太史伯阳说，灾祸几形成，没有任何办法了。褒姒不喜欢笑，幽王使用多种方法，他都不笑。周幽王设置了烽火狼烟和大鼓，有敌人来侵犯就点燃烽火。周幽王为了让褒姒笑，点燃了烽火。诸侯见到烽火，全都赶来了。赶到之后，却不见有敌寇。褒姒看了，果然哈哈大笑。幽王喜欢这个办法，为褒姒多次举烽火。后来失去信用，诸侯们渐渐也就不再来了。幽王任用国实父为卿士，主持国政。国都中的人都愤愤不平。国实父为人能说会道，喜欢阿谀奉承和贪图财力，幽王却重用他，再加上废黜申后和除去太子。申侯很气愤，联合曾和属于西夷的犬戎攻打幽王。幽王举烽火征发诸侯的军队，但诸侯的军队都不来。申侯就把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，俘虏了褒姒，把周的财宝都拿走才离去。当时诸侯都到申侯这里来共立从前幽王的太子遗柩，就是平王，以保持周朝的嗣统。平王即位，把都城东迁到洛邑，以躲避戎寇。平王在位时，周王室衰败，诸侯强大之国吞并弱小之国，齐、楚、秦、晋开始强大，政令往往出于称霸的君主。49年，鲁隐公即位。51年，平王去世，而太子谢父早死，立了他的儿子临为王，这就是桓王。桓王是平王的孙子。桓王3年，郑庄公来朝见，桓王不予礼遇。5年，
郑石婉与鲁国交换许田。许田是天子用来祭祀泰山的土地。8年，鲁国杀尹公，立桓公。13年，伐郑，郑赦伤桓王，桓王逃跑回来。23年，桓王去世，儿子庄王佗登位。庄王4年，周公黑肩想杀掉庄王拥立王子克。辛伯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庄王，庄王杀掉周公，王子克逃往燕国。15年，庄王去世，他的儿子黎王胡齐即位。黎王3年，齐桓公开始称霸。5年，黎王去世，他的儿子惠王郎即位。惠王2年，当初庄王的宠妾姚氏生下子颓，颓受宠。等到惠王即位，惠王夺其大臣的园林做自己的猎场，因此大夫边伯等5人作乱，策划赵燕、魏的军队讨伐惠王。惠王逃奔到温，不久又住在郑国的利。他们立了黎王的弟弟颓为王。颓舍里招待5位大夫，奏了全套的5乐。郑、国2国之君非常愤怒。4年，郑国和国的国君来讨伐，杀死王颓，重新迎立惠王。惠王10年，赐齐桓公为伯。25年，惠王逝世，儿子襄王正登位。襄王的母亲早已去世，继母就是惠后。惠后生了叔代，很受惠王的宠爱，襄王不放心他。3年，叔代和荣国、翟国商议攻打襄王，襄王想要杀掉叔代，叔代逃到了齐国。齐桓公派管仲去劝说荣和周讲和，派席彭去劝说荣和晋讲和。襄王以上卿的礼节接待管仲，管仲辞谢道：“我身为下卿，不过是个低下的一般官吏。齐国还有天子您亲自任命的2位大臣上卿国士、高士在，如果他们届时在春秋2季来朝见天子，您将怎样接见他们呢？我以天子和齐桓公的双重臣子的身份冒昧地辞谢了。”襄王说：“你是我舅父家的使臣，我赞赏你的功绩，请不要拒绝我的好意。”管仲最终还是接受了下卿的礼节，然后回国了。9年，齐桓公逝世。12年，叔代又返回到周朝。13年，郑国攻打华国，周襄王派游孙、伯服为华说情，郑国拘禁了这2个人。郑文公怨恨惠王被护送回朝廷之后，送给国公酒器玉珏，而不送给郑厉公，又怨恨襄王帮助魏国和华国，所以拘禁了伯服。襄王很生气，打算用翟人去攻打郑国。父臣劝谏襄王说，周东迁的时候，靠的是晋国和郑国的力量。子颓叛乱，又是依靠郑国得以平定，如今能因为一点小小的怨恨就抛弃他吗？襄王不听劝阻，
15年，襄王派翟国的军队前去攻打了郑国。襄王感激翟人，准备把翟王的女儿立为王后。父臣又劝谏说：平王、桓王、庄王、惠王都曾受到郑国的好处。君王，您抛开同姓之亲的郑国，而去亲近翟国，这样做实在不可取。襄王仍是不听。16年，襄王废黜了翟后，翟人前来诛讨，杀死了周大夫谭伯。父臣说：我屡次劝谏君王，君王都不听。如今到了这个局面，我若不出去迎战，君王可能会以为我在怨恨他吧。于是就带领着他的属众出去与嫡子作战，结果战死。当初会后打算立王子叔代为太子，因此派其党羽充当翟人的内应。翟人因而攻入周，襄王逃亡到郑，郑把王安顿在寺，子代即位为王。带上襄王所废黜的翟后一起住在温。17年，襄王向晋告急，晋文公送王回国，并杀死叔代。襄王因此赐给晋文公归赞、巨唱、公使，封他为伯，把河内的土地赐给晋。20年，晋文公召襄王，襄王与他在河阳建土会见，诸侯都来朝见。史书加以掩饰，说是周王巡狩至于河阳。24年，晋文公去世。31年，秦穆公去世。32年，襄王去世，其子顷王壬辰即位。顷王6年去世，其子匡王班即位。匡王6年去世，其弟于即位，就是定王。定王元年，楚庄王征伐陆浑地方的戎族军队驻扎在洛邑。楚王派人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，定王命王孙满用巧妙的辞令应付了他，楚兵这才离去。10年，楚庄王包围了郑国，郑伯投降，不久又恢复了郑国。16年，楚庄王去世。21年，定王去世，其子简王仪即位。简王13年，晋杀死他们的国君立公，从周接回子周，把他立为道公。14年，简王逝世，儿子灵王谢欣登位。灵王24年，齐国的崔杼杀了他们的君王庄公。27年，灵王逝世，其子景王贵即位。景王18年，王后太子盛明却早死。20年，景王宠爱子朝，打算立他为太子，但景王却在这时死掉。子盖一伙人与子朝争利，国都中的人立长子猛为王，子朝攻打并杀死猛，猛即悼亡。晋人攻打子朝而立盖为王，就是晋王。晋王元年，晋人护送晋王回朝，因子朝已自立为王，晋王不能进入国都，就居住在泽邑。4年，晋率领诸侯把晋王护送回周，子朝做了臣子。
诸侯给周修筑都城。16年，子朝一伙人再次作乱，晋王逃亡到晋。17年，晋定公终于把周王送回周都。39年，齐国田常杀死了他们的国君简公。41年，楚灭掉陈国，孔子在这一年去世。42年，周敬王逝世，儿子元王人登位。元王8年逝世，儿子定王介登位。定王16年，赵、魏、韩3国灭智伯，瓜分了他的土地。28年，定王逝世，长子去疾登位，这就是哀王。哀王登位3个月，他的弟弟叔袭杀了哀王，自己登上王位，这就是司王。司王登位5个月，他的最小的弟弟为攻打并杀死司王而自立为王，就是考王。这3个王都是定王的儿子。考王15年逝世，他的儿子威烈王武即位。考王把他的弟弟封在河南，就是西周桓公，让他承续周公这个官位执事。桓公死后，儿子威公继任。威公死后，儿子惠公继任，把他的小儿子封在巩地，以护卫周王，号为东周惠公。威烈王23年，放置九鼎的王城地震。这一年，周王册命韩、魏、赵为诸侯。24年，威烈王逝世，他的儿子安王交即位。这一年，盗贼杀了楚生王。安王在位26年逝世，他的儿子烈王喜即位。烈王2年，周太史丹见秦献公，说当初周和秦是合在一起的，后来分开了，分开500年之后又合在一起，合在一起17年后，将会有一位称霸统一天下的人出现。10年，周烈王逝世，他的弟弟贬即位，这就是显王。显王5年，祝贺秦献公，秦献公称霸。9年，显王又把祭祀文王、武王的座肉送给秦孝公。25年，秦在周国都与诸侯会盟。26年，周王把诸侯霸主方伯这个名称送给秦孝公。33年，祝贺秦惠王。35年，又把祭祀文王、武王的座肉送给秦惠王。44年，秦惠王称王。自此以后，诸侯都各自称王了。48年，显王逝世，他的儿子慎亮王定即位。慎亮王在位6年，逝世后，他的儿子赧王延即位。王赧时，东周和西周各自为政，王赧迁都于西周。西周武公的共太子去世了，还有5个儿子都是庶出的，没有嫡子可以立为太子。司马简对楚王说，不如用土地资助公子纠，为他请求太子之位。左丞说，不行，如果周不听从我们，那您的处境就尴尬困顿了，和周的交情也疏远了。不如去问问周君想要立谁为太子，
然后私下悄悄告诉给简，简再让楚国资助给他土地。西周果然立公子就为太子。8年，秦攻打宜阳，楚国派兵前去援救，而楚国以为周是帮助秦国，所以想攻打周。苏代替周游说楚王说：“您怎么知道周帮助秦国是祸患呢？”那些说周帮助秦国比帮助楚国更出力的人，是想让周投到秦国阵营里去，所以人们都把周、秦放在一起说周秦啊。周明白自己没办法解脱得了，就必定会投入秦国的阵营，这就是帮助秦国取周的妙计。若真为大王考虑，那周为秦出力要善待，不为秦出力也要善待，这样才能让周和秦疏远。周和秦绝了交，就一定会投向楚国郢都。秦国在东周和西周之间借道，准备攻打韩国。周担心借道给秦国会得罪韩国，不借道又怕会得罪秦国。史燕对周君说：“为什么不派人去见韩公叔呢？”对韩公叔说：“秦国之所以敢经过周去讨伐韩国，是因为信任东周，您为何不送给周一些土地，并派出人质到楚国去呢？秦国一定会怀疑楚国而不相信周，这样也就不会去攻打韩国了。”然后又对秦国讲：“韩非得把土地送给周，为的是用这样的方法让秦怀疑周，所以周不敢不接受。秦国必定没有让周不接受土地的说辞，这样就能既得到韩的土地，又是听从秦国的命令了。”秦召见西周君，西周君不愿去，所以就派人对韩王说：“秦国召见西周君，他是想派他去攻打大王的南阳，大王为什么不出兵驻守南阳呢？到时周君就会以此为借口拒绝到秦国去。周君不到秦国去，秦国就一定不敢渡过黄河来攻打南阳了。”东周与西周交战，韩派兵去救援西周。有人替东周劝说韩王说：“西周原先是天子的国都，有许多珍稀器物和贵重的珍宝，大王按兵不动，就可以让东周感念您的恩德，而西周的宝物也可以全部得到。”周王赧被称作成君。楚国围攻了韩国的雍氏，韩国在东周征集兵器和粮草，东周君很害怕，召见苏代，把这事告诉了他。苏代说：“您何必为这件事担忧？臣下能让韩国不向东周征用兵器和粮食，又能为您得到高都。”东周君说：“您若真有这样的能力，我就让整个国家都听从于您。”苏代去见韩国的相国公仲齿说：“楚国围攻雍氏，曾约定3月就攻打下来，如今已经5个月还是攻不下，这是说明楚国已经很疲惫了。如今相国您竟向周征集兵器和粮食，相当于向楚国宣告您已经损耗严重。
韩国相国说：“说得对，可使者已经出发了。”苏代说：“为什吴国不把高都送给周？”韩国相邦大怒，说道：“我不向周征用兵器和粮食，就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，凭什么还把高都送给东周？”苏代说：“把高都送给周，那么周就会转而投靠韩国。秦国听说了，必定会对周非常愤恨怨怒，就断绝和周的使者的往来。这就相当于是用破败的高都换来一个完整的周。为什么不给呢？”相国说得对，果真把高都给了周。34年，苏厉对周军说：“秦攻破了韩国、魏国，打败了魏将师武，在北方攻取了赵国的蔺、离石等地，这都是白起所为。白起善于用兵，又有天命护佑。现在他又率领军队出伊阙塞去攻打梁国，如果梁国被攻破，那么周就危险了。你为什么不派人去劝说白起呢？”就说楚国有个养由基，是个擅长射箭的人，他在距离柳叶100步之远的地方射箭，可以100发100中。在左右围观的人有几千人，大家都称赞他射得好。唯独有个男子站在他身旁说：“不错，可以交给他射箭了。”养由基大怒，放下弓，握住箭，说：“客人，你有什么能耐教我射箭？”那客人说：“不是我能教您左手直弓右手拉弦的技术，像刚才那样距离柳叶100步远射箭，100发100中，不知道在射得最好的时候停下，不久就会精疲力尽，弓拿不正，箭射不直，只要1发射不中，那100发也就全作废了。现在就凭攻破韩国、魏国，杀死师武，在北夺取赵国的蔺、离石这些事，您的功劳已经很多了。现在您又率领军队出塞，经过东周、西周，背靠韩国，围攻梁国，只要一战不胜，就会前功尽弃。您不如称病不出战了。42年，秦国攻破了魏国的华阳险地。周的大臣马范对周军说：“请允许我游说梁国来为周筑城。”于是去对梁王说：“周王如果因担忧秦伐周而去世，那么我也必死无疑了。我请求主动把九鼎进献给大王，大王得到九鼎，要为我考虑我所说的事情。”梁王说：“好。”于是派兵给他，声称是去守卫周城。马范趁机去对秦王说：“梁出兵并不是去守卫周城，而是要攻打周。大王您可以试着出兵到边境观察情形如何。”秦国果然派兵去了。马范趁机又对梁王说：“周王的病已经好了，我请求的进献九鼎的事以后时机到了再说吧。现在大王派兵前往周，诸侯都会产生疑心，以后您再有行动，人家不会相信了。不如让士兵帮助修筑周城，
以掩盖诸侯怀疑您要攻打周的事。梁王说：好。于是派兵去修建周国都的城墙。45年，周军的秦国宾客对周据说：您不如称赞秦王的孝道，趁机把应地献给秦国作为太后的供养之地，秦王一定很高兴，这样您和秦国就有了交情。交情好了，周君一定认为这是您的功劳；交情不好，劝周君归附秦国的人一定会获罪。秦去攻打周，周据对秦王说：如果为大王您考虑，就不要去攻打周。攻打周实在获得的利益不多，却使您的名声让天下人都害怕，天下人都因为秦攻打周的名声而害怕，一定会往东去联合齐国。军队因为攻打周疲惫了，天下也都去与其联合了，这样秦国就不能统一天下称王了。天下正希望使秦国实力消耗，所以劝说您去攻打周。如果秦国和诸侯都疲惫了，那样您的号令就不会通行了。58年，韩、赵、魏三国共同抵抗秦国。周派相国到秦国去，因为怕秦国轻视，就半路返回来了。有游客对相国说：秦对周是轻视还是重视，尚未知道。秦想要了解三国的情况，您不如赶紧去见秦王，说请让我为王打探东方各国的情况，秦王必定会重视您。重视您，秦也就会看重周，周就会取得秦的信任。齐国对周重视，本来就有周据和齐国联络好了，这样周就不会失去与强国的交情。秦信任周，就发兵去攻打韩、赵、魏三国。59年，秦夺取韩国的阳城和附属，西周很恐慌，背叛了秦，与其他诸侯联合，率领天下精兵出伊阙塞去攻打秦，使秦兵无法到达阳城。秦昭王大怒，派将军就攻打西周，西周军逃，奔到秦国，叩头认罪，献上其全部城邑36座，人口3万人。秦接受西周军的进献，让他返回周地。周君王赧去世后，周地的百姓就逃亡到东方。秦取得九鼎等贵重器物，把西周军迁往胡。过了7年，秦庄襄王灭亡东周，东西周就全都归属于秦了。从此周朝的祭祀没有人主持了。太史公说，学者都说周讨伐商纣，定都洛邑，综合考察他的实际情况，却并非如此。虽然武王曾测量营建洛邑，成王也派赵公占卜选择位置，把九鼎放在那里，但周仍然以封镐为都，直到犬戎打败幽王，周才东迁到洛邑。所谓周公葬在毕，毕就在镐东南的杜中，是秦灭亡了周。汉朝建立90多年以来，天子要在泰山行封禅礼，东去巡狩，到达河南县，
访求周的后裔子孙，封给周的后人家30里地，封号为周子南君，位同列侯。让他以供奉对周祖先的祭祀